但是现在萧炎就算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了。毕竟自己已经被三灵拳魔洞穿了身体，就知道如今自己与对方的实力差距。而且刚刚呼应了体内的粉老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仿佛粉老真的就人间蒸发了一样，无迹可寻。哈哈哈，一群蝼蚁，结束了。三灵拳魔大笑起来，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是面露惊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与三灵拳魔的实力差距根本不是一个领域上的，五重天卫神都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是他们这些五重天卫神之下的实力。这魔物的力量已经远超他们的想象，魔气威压直接压得小龙雨涵吞吞吐血，并且意识都是逐渐的减弱下来。然而就在这最后的一刻，整个神火空间竟是活跃了起来。此时这片空间上爆发出了极其磅礴的神魂力量，整片神火空间都是在此时剧烈的颤抖起来。再然后无数道恐惧的目光便是见到大地开始崩裂，无数巨石升空而起，犹如是被无形的大手裹挟到一起，最后形成了一颗巨大无比的巨球。巨球浑圆，阴影笼罩下来，整个神火空间都是被覆盖而下，直接将刚刚那股魔气之威给抵御而下。下一瞬，巨球狠狠地对着那三灵拳魔砸了下来，其上覆盖着无形的神魂力量，空气都是在此时发出音爆之声，气势极为的恐怖。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望着这一幕，眼瞳急速的收缩起来，就连几位第一天骄和六域天神君都是感到了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令得他们都手心冒汗。虚空上的三灵拳魔更是不敢怠慢，双手猛然合拢，黑色的魔气冲天而起，直接是化为了一只巨大的魔掌，其上同样散发出无比恐怖的魔之气息。大神技魔影掌。那巨大的手掌上魔气升腾，令得天地都为之颤抖起来。那股可怕的波动，就算是六重天卫神都是眼皮直跳。在那上空处，双方的攻势狠狠地碰撞在一起，顿时间宛如天崩地裂，神火空间剧烈地震动起来，冲击波爆发而出。就算是神火空间再坚固，在这一刻都被夷为平地，空间瞬间形成无数裂纹，仿佛是要像一面镜子一般碎裂而去，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碎裂。诸多神指强者的身影为了躲开爆发出来的能量冲击波，让他们的身影极其的狼狈闪躲，落在周围四周不同的空间上。当然还是有一些神指强者被这一股的能量波所击中，瞬间重创。原本进入无量神渊中有着很多各大神势力和超神势力的强者，但是现在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稳住身躯后，惊惧的目光望着刚刚那双方交战的位置，只见的那里绝美的青衣女子双脚悬浮虚空，那美貌更是可以用倾国倾城的成语来形容她也不为过了。一双清澈空灵的眼眸变得宛如星空般的深邃，而且她那原本一头青丝竟是在此时渐渐的有着金发浮现，宛如金色墨水轻染而过一般。梳熹后，一头青丝化为璀璨的金色长发，随风飘舞着，微微有着凌乱的发丝，隐隐的遮盖着她那绝世容颜的脸颊。但是对方那种尊贵的气息愈发的浓烈，仿佛是凌驾于天地。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望着此时突然出现的这道美丽无瑕的身影，感觉到一种自身极为的渺小，那种感觉犹如是凡人在俗世间仰望着高高在上的神一般，让人不得不望而生畏。而在这位倾国倾城女子的面对，三灵拳魔的身形竟是在刚刚与之对碰了之后倒是而退数步。此时的后者面庞略微有些阴沉，在其眼角处有着一股杀意弥漫。好强大的神魂力量，你究竟是谁？三灵拳魔阴沉出声，他先前虽然震碎了对方的强大攻势，但其上所覆盖的神魂力量却是如影随形般的攻击而来，直接是令得他的身躯和神魂都感到了一股刺痛感。如果再晚点利用魔之力量化解的话，恐怕连自身的神魂都将会被对方刚刚那强大的神魂力量下所重创。这只是一招啊，为何仅仅一招就能够让他这位拳魔感到对方的可怕之处？这究竟是如何强大的对手方才能够做到的？三灵拳魔简直不敢置信地望着对方，那充满着杀气的目光开始扫荡在其身躯上。在诸多神指强者的视线望着这一幕时，四位第一天骄和六域天神君都是暗自倒吸了一口冷气。谁都没想到这番的交手竟然会是那三灵拳魔略微占了弱势。这倾国倾城的绝美女子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的恐怖如斯！娘亲，你终于来了。就在众神指强者都在微愣猜测之际，眼前这人究竟是谁时，一道声音不是很大的声音突兀的响起，然后众强者便是见到刚刚被三灵拳魔差点击杀小拢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那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绝美女子身边。更重要的是，那小拢叫了一声娘亲，还没等众神指反应过来时，又一道声音响了起来：妖姨娘，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和小拢哥还有吞伯伯真的就见不到你了。说话间，雨涵便是带着一丝哭腔声，或许刚刚那股死亡的气息让得雨涵久久不能忘记。主人，吞吞在见到这位绝美女子的身影后，他原本的凝重之色也是转变成放松之态，因为他可是非常清楚他这位主人的强大实力。从刚刚与三灵拳魔的对招中便是发现前者就已经是略微占不到优势。那倾国倾城的女子竟是他们的娘亲、姨娘和主人。原来这那三位的背后还有如此强大的超级神指撑腰着，难怪有着如此的胆量与魔物作对。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倾国倾城的绝美女子正是小龙的母亲，同时也是雨涵的姨娘以及吞吞的主人夭夭。不好意思哈，娘亲来晚了一点，因为我需要弄清楚一些事情，耽搁了一些时间。不过在这关键一刻，总算是赶上了。绝美女子望着小龙微笑道，然后那双美眸再看向雨涵和吞吞笑道：对不起了，我的雨涵小公主，是姨娘的不对，接下来这里的事情便交给我吧。听到姨娘这么说，雨涵的心中也是再次充满了自信，毕竟她这位姨娘的实力，她非常清楚，因为妖姨娘的实力比他们2位娘亲还有厉害，在整个神元宫也能给排进前3的存在。随着夭夭的出现后，一股特殊神秘能量与天地间充斥的魔气相抗下，也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退散了一部分。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所有神之强者都是为之一惊，他们猛地抬头，有些震惊莫名地望着虚空上拿到倩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股特殊神秘力量波动从体内呼啸出来，那种能力不像是神元之气，也是另一种不亚于神元之气的神秘力量，呈现极端的青之色，同时散发着一种令人感到极其危险的气息。天地间所有的神指强者都是面带震惊地望着夭夭，显然也是被震撼到了。究竟他是何方神圣，竟然连三灵拳魔这种7重天位神实力的魔物都能够做到压制一丝。要知道，这位三灵拳魔可不一般，想当年他可是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无量神界中5大山之一的原始山，就连拥有原始法身的原始山之主都不敌三灵拳魔。不过有传闻那一战后，三灵拳魔也是负伤，从此也是很少看到。没想到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中再一次的出现了，而且其实力比起之前更加的强悍了一丝。看来在这消失的时间中，三灵拳魔的伤势也已经恢复了。这位三灵拳魔在灭神府那9大拳魔中都是前3的存在，即便是一些寻常的7重天位神对抗三灵拳魔时都要忌惮3分。可是从这位倩影身上传来的气息也是7重天位神，只不过他还有那种特殊的神秘力量，使得他占据了一些优势。这股特殊神秘的力量却是能够压制住拳魔的魔气之威，这就足以说明其身份的必然不凡。此等存在，就算是在第1等级时间中都是有着一定的赫赫之名。既然是他，此时4御天神君的目光也牢牢地锁定夭夭的身影，因为在进入无量神渊前，就有一艘不知名的超级方舟上有着4道身影，当时让4御天神君在这位倾城倾国的女子身上就感受到了一丝危险。如今看来果然是真的，没想到他的一招竟是将三灵拳魔的力量都给压制了下来，这何尝不让4御天神君感到吃惊。三灵拳魔见到自己的魔气被对方那股特殊的神秘力量压制后，微惊地望着那这道倩影，然后他感受到那股青色的神秘力量外放时，眼中掠过思索之色。下一刻，三灵拳魔的眼瞳猛然睁大了起来，脸上有着难以置信之色浮现。你是神元宫的人？三灵拳魔终于是辨认出了来人的身份，当即忍不住的沉声，在那声音中竟是有着几分的忌惮。神元宫，那不是可以抗衡神指联盟的超神巨擘势力吗？怎么连这样强大的势力都出来了？在场所有的神指强者都是目瞪口呆起来。要知道，在这第1等级世界中，神元宫的那位公主可是神界大传奇的恐怖存在，而且神元宫所创立的时间也不是很久，仅仅只是在数万载的时间中，便是成为了第1等级世界界中的超神巨擘势力。其底蕴的强大，就算是比起那些超神巅峰势力，都是丝毫不让。以神元宫的实力与底蕴，就算那位大传奇公主不出手，都足以吊打诸多超神势力以及比超神势力更强大的一些势力。平日里神元宫的人基本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是想要求见都是无门可入。然而眼下竟然突然的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这如何不让的在场的这些神指强者震撼？而且最关键的是，还是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下。好了，我先去解决事情，不然可就迟了。夭夭对着小龙与韩吞吞3人说完，倩影下一刻便是出现在已经身受重伤的萧炎身边，那双散发出奇异之光的美眸在其身躯上扫了扫，然后二话不说，一股特殊的力量便是凝聚手中，然后对着萧炎那被洞穿后的空洞处涌入了进去。随着这股特殊力量的涌入，萧炎那处伤势可以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着，直接让的其他神指强者都是瞪大了眼珠子。我的伤势恢复了。萧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伤势已经很明显的愈合了，并且自身的实力也同样恢复了回来。多谢前辈相救，小辈萧炎。萧炎也是对着夭夭拱手恭敬地说道。夭夭的绝美脸颊上也是带着一丝微笑，轻声道：没事，你与我们神元宫也是投缘，他可是很关注你呀，希望你不会让他与我们失望。我刚刚已经用气运之力暂时让你的伤势愈合，想要彻底的恢复还需要一些时日的疗养。你现在好好疗伤，接下来这里的事情就先交给我处理了。见对方这么说，萧炎也没有逞强说什么，毕竟三灵拳魔的实力可不是目前萧炎能够对抗的存在，就算是焚神2火形态下的他都无法有着抗衡他的资格。没想到你们灭神府还是行动了。夭夭与萧炎结束了交谈之后，
他的目光便是望着不远处悬浮在虚空上的魔影，喃喃开口道。闻言，那三灵权魔的神色也是微微一变，心中暗自道：这神元宫的人还真是什么都知道。但是面对着夭夭，三灵权魔的那双红色瞳孔也没有什么波澜，道：我灭神府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神元宫的人来管吗？还是说你们神元宫要与我们灭神府作对？呵呵，如果你们灭神府做的是造福大纣的事情，我们神元宫自然不会插手。但是你们所做的事情，可是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大纣的安危，你觉得我们会坐视不管吗？夭夭的语气在此刻也是变得极度的冰冷起来，他也不再与三灵权魔废话，直接玉手轻轻抬起，修长玉指似是结成了一道印法。大神技凤舞。伴随着夭夭那淡然言语落下，所有人都是猛地感觉到整个天地竟是在此时剧烈的震动了起来。下一刻，浩瀚的神力，不对，那是特殊强大的气运之力喷薄而出，直接是将这片天际都是渲染成了青之色。然后只见在那虚空上响起来凤鸣之声，一道巨大的青色凤凰便是扇动着翅膀，散发出令无数神指强者都为之变色的可怕力量。三灵权魔的面色也是在这一刻微变，因为他没有想到对方一出手便是如此强大的大神技，而且看起样子这道神技的等级至少已经是顶级大神技了。随着三灵权魔的双手猛然合拢，只见天地中的魔气汇聚而来，竟是化为了两道看不见尽头的元气大手，一上一下直接对着虚空上的那道巨大凤凰狠狠拍去。然而在两道强大力量的对碰下，凤凰再度一声凤鸣声叫，那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浩瀚不绝，直接是顶住了两只魔气大手，而且那凤凰起舞间蕴含着无法形容的气运之力。两者的攻势在僵持片刻后，魔气大手竟是在众神指强者惊骇的目光下，直接是被生生的侵蚀化解。三灵权魔的身躯顿时一震，有些狼狈的退后了数步，他的面色变得极为的难看。自己所凝聚的魔气大手竟然这么轻易的被对方化解，还真是少见。而且对方的实力也与自己一样，皆是七重天位神的实力，为何对方的那一道大神技会是如此之强大？不愧神元宫的人，看样子你所拥有的那道特殊力量，怕是能够在同境界中无敌的存在。三灵权魔银牙一咬道：别装了，施展出你的真正实力吧。你身为灭神府方三灵权魔，我不相信你的实力只有这一点。夭夭对于三灵权魔的伪装也是直接将其戳破，虽然自己的实力也不弱，可是他很不相信对方只有这点实力。桀桀果然还是有些事情瞒不过你啊！既然如此，我便施展真正的力量会会你。三灵权魔在这一刻也不再保留真正实力，毕竟对方乃是神元宫的人，其实力更是神秘莫测。滚滚魔气流淌间，最后皆是汇聚在他的身躯上，周身的魔光流动，竟是浮现出一尊万丈的魔像，隐隐间却是有着一种诡异的泛唱之音，悄然的响起，直接将神火空间笼罩而下，变得漆黑如墨，流淌着无尽的黑暗，诡异至极。不远处的萧炎在看到三灵权魔施展出这道令他熟悉的技能时，便是想起了之前自己对战界外天主与先天神的时候都施展过同样的这道招式，因为一旦这道魔像一出，一股同样也是极为可怕的力量席卷而出。暗黑之力吗？不过这本就不是你们的力量，就算你施展出来，也无法将暗黑之力真正的施展出来。夭夭的目光盯着眼前那数万丈之大的暗黑魔像，淡淡的开口道：哈哈哈，不管能不能施展真正的暗黑之力出来，你都将会成为本座的手下败将。是吗？面对着暗黑魔像的可怕能量，夭夭也不曾惧意一丝，毕竟他自己也有着强大的底牌未施展，所以自身还保留着能够战胜对方的手段。凤舞之刃。夭夭那冷厉之声再度响起，巨大的凤凰不断的扇动着翅膀，然后张开巨大是嘴巴，开始凝聚可怕的能量，最后在其嘴中凝聚出一道可以击败斩尽一切的青色之刃，对着那三灵权魔率先斩下。那一斩仿佛可以劈展开了整个神火空间一般，天地都是疯狂的站立起来。四域天神君和几位第一天骄面色震撼间，也是感受到了夭夭的可怕。一直高傲自居的四域天神君也同样在夭夭面前变得有些渺小。这6重天位神和7重天位神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悬浮吗？就连灭世神火的本体在见识到夭夭与三灵权魔的对战后，心中也是一脸骇然。毕竟这样的力量乃是灭世神火全盛时期的时候，如今在见识到7重天位神的战斗，也是激起了灭世神火心中的那一份热血。但是热血归热血，灭世神火在夭夭与三灵权魔交战间，便是浮现夭夭所施展的力量与其他神指强者不一样。这大纣之中也并非神元之气为主流，同样的不少强大势力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修炼凡力量，这神元宫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神元宫这位超级神指应该所修的是大纣中的气运之力。灭世神火也是对其展开了分析，毕竟灭世神火从诞生出到现在所经历过的事情非常多，对于大纣中的一些不同能量本源也是有所接触。三灵权魔所召唤出来的暗黑魔像拉眼瞳中所倒映出扇动着翅膀的青色凤凰，
下一刻，有着低沉的声音从其嘴中传了出来：“天魔引。”随着三灵拳魔猛地一抬头，身后的暗黑魔像嘴巴怒张，便是有着咒言成型，一个魔言从暗黑魔像的嘴中跳了出来。那个魔言蕴含着无边的暗黑之力，犹如是狰狞的恶魔，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吞灭世间万物。凤凰之刃爆发出的能量足以震撼天地，其上的能量滔滔不绝地涌出，这顶级大神技的力量果然恐怖至极。魔言在升起间，直接对着凤凰之刃狠狠地冲撞而去。那一瞬，没有巨声传出，所有一切的攻势力量都是在这种恐怖的力量冲击下，全部化为虚无。所有神指强者便是都只能够看见那处的空间正在迅速的崩溃而下。这一招有点分量，竟然能给将凤舞的力量给瓦解了。就算是对方将夭夭的攻击瓦解，也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反而一脸平静自然。毕竟夭夭乃是神元宫的前3存在，自身肯定还有着一些更强大的底牌和手段。对于双方皆是7重天位神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底牌，是不可能会必败对方的。随着这一次的对决，三灵拳魔微微一笑，只是那笑容非常的令人作恶。神元宫的人也不过如此，暗黑魔像一出，你的那股力量怕也是没有多大的效果了。夭夭耸了耸肩，一双冷厉的目光直射在三灵拳魔的身上，对于对方所说的话并不能买单。谁说我的力量没有多大的效果？既然你都直接选择施展底牌，那么我就让你看看高阶天位神的力量。随着夭夭的话音一落，在场所有神指强者面面相觑，脸上带着迷茫之意，甚至不明白夭夭所说话的意思。高阶天位神，可是夭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仅仅只有7重天位神的实力而已。就算是7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也不能称之为高阶天位神。除非此时此刻，在他们这些神指强者的脑海中闪过一道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一浮现时，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高阶天位神，就算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都是一方超神巅峰势力中的元老级别。所以说，在他们一听到夭夭说高阶天位神的时候，他们简直都不敢相信。难道神元宫的这位主母真正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高阶天位神？萧炎目光闪烁，如今在他的眼前出现一名货真价实的高阶天位神，就算是以萧炎的定力，都是无比的吃惊。高阶天位神代表的乃是超越超神势力之主之上，一般这样的高阶天位神都是游荡于超神巅峰势力中。超神巅峰势力那些可都是一般见不到的强大存在，就连最强5大超神势力的5大神格，对于超神巅峰势力都是有着无比忌惮之心。那些超神巅峰势力的底蕴和悠久，就连神指联盟都不敢轻易的去招惹。毕竟在超神巅峰势力中，可是有着巅峰天位神坐镇，也就是9重天位神。9重天位神，那可是代表着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的巅峰存在，一般巅峰天位神也很少出手。那么一旦出手，就算是高阶天位神都只能避之锋芒。巅峰天位神的力量难以想象的可怕，只要愿意就能够举手投足间毁灭无数座神之大陆，这就是来自9重天位神的可怕之处。所以说，超神巅峰势力和超神势力可是隔着巨大的鸿沟差距。超神巅峰势力乃是诸神万界中真正的巅峰存在，论其底蕴悠久，就连神指联盟和神元宫都无法与之比较。毕竟这2个强大势力也是后来居上的，在他们这些悠久的时期，神指联盟和神元宫都还没诞生呢。原来你是一名高阶天位神，难怪会如此的自信。三灵拳魔的暗红色眼眸微眯起来，如果对方真的是一名高阶天位神，那可是拥有着8重天位神的实力，就算他有暗黑魔像，他也不是其对手了。天位神的领域越往后，之间的差距也会是越大，越级挑战更是微乎其微。神元宫能够成为第1等级世界中的超神巨擘势力，你觉得会很弱吗？夭夭一道冷厉之声响起，下方的那些众神指强者也是直接目瞪口呆。他们虽然一直生活在第1等级世界中，可是也很难遇到一些高阶天位神，因为这些高阶天位神一般都存在于万界神州，也就是神州之地。神州之地可是诸神万界的最繁华之地，同样其中有着诸多的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群居于此。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中，有着高阶天位神的出现，属实让他们都意想不到。妖姨娘终于施展出真正实力了，这魔物怕是要完蛋喽！雨涵直接都是激动了起来，他可是非常了解夭夭的性格，能够让他这位妖姨娘施展全力，对方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在妖姨娘的手中。一股恐怕的强大力量直接从夭夭体内弥漫而出，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在了这片天地间，来自高阶天位神的恐怖威压无形的释放了开来，对着三灵拳魔笼罩而下。三灵拳魔也是在那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夭夭的强大气息后，瞳孔急速收缩，表情一脸严肃，然后也是将自身的全部力量涌入身后的万丈暗黑魔像中。很快，那暗黑魔像像是被激活了一般，一双红眼瞳出现。随着红眼瞳的出现，整个神火空间都被一股诡异恐怖的力量所笼罩，就连夭夭如今施展出8重天位神的实力后，也不敢轻视对方，直接对着暗黑魔像轰击出一道可怕的攻击。龙凤齐鸣，气运引领，
2道响亮清澈的咆哮声响起后，便是看到了上空处浮现出已经遮盖了大半神火空间的一龙一凤出现。瞬间，一股不亚于神元之气的气运之力以一种诡异的运转轨迹散发开来，可以清晰地看到虚空上有着无数能量线条交织出一道复杂的图案。这股力量是气运之力。一直看着双方争斗的四御天神君，此时终于是知道了天天所施展的力量，双眼直接瞪大了起来，甚至心中的一份恐惧感也是悄然升起。当年他可是被这股气运之力差点击杀，要不是几位副盟主和那神秘阁主的相救，他们这些神君早已经陨落了。神元宫嘴中呢喃出声，手掌也是早已经变成了紧握的双拳，眼中透露出仇恨之意的望着夭夭。毕竟当年神元宫的公主可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神指联盟，且不败。从此神元宫这能超神巨擘势力成为了在诸神万界中没有一道势力敢去招惹，因为一旦招惹，那么不仅是你一人完蛋，而是直接连带自己所在的势力都会被连根拔起。这就是神元宫的强大手段，就连强如巨无霸的神指联盟都不敢正面去选择对抗神元宫。从此冥冥之中，一道巨无霸的联盟势力，一道巨擘的超神势力，成为了第一等级世界中相互制衡的巨势力。